肖战。薇姐。哎呀，你们偶像巨星还吃东西吗？哇，好客气，还握一下裤腿儿。哎，要是我访谈你的时候，被你粉丝骂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播出了之后，你粉丝说你怎么对肖战这么不客气了？你会做什么回应？没有，我觉得薇姐的风格其实就是一个很犀利的风格。既然我决定要来上这个节目，我就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。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15年了吧？没有吧，17年。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红是吧？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较少吧。哎呀，你说话好谨慎呢。哎呦，苟活。那我能把鞋脱了吗？可以可以。我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。因为我以前也不是干这个圈子嘛，然后参加奇葩说之后略有红，我其实觉得是爆红了。就于我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我真的感觉是爆红。然后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微博狂涨粉，还很尴尬，因为我不习惯化妆，你知道吧？经常灰头土脸的出去吃饭。我也是。然后又被认出来了，我那个瞬间觉得天哪，我红了哎！那你从出道，然后到做一个男团，然后到《陈情令》爆红之后，你是什么时候啊？你觉得这不算爆红吗？我很怕这个词，就是爆红这个词，我觉得我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怕的是虚的。相信每个人都害怕的这一点。相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是从一个低谷往上在走。对，我很明白那种在低谷的感觉。《燃烧吧少年》第1期已经播出了，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表现还满意吗？气场弱势，我不会随便低，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肖战。陈情令。大家不好，然后所以其实我怕的并不是说再次跌入低谷，因为我从低谷来，我根本不怕。我怕的是这种红也好，爆红也好的这种东西，把大家的眼睛给遮住了，这是我害怕的点。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清醒的。我有时候会跟周围工作人员说清醒一点，不要过海，清醒一点。刚进这个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圈子红和不红待遇差那么远。你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吗？其实有，我觉得不只是我，觉得除非你就是一炮而红，就是那种真的是前面没有一个铺垫，一炮而红。但凡是有沉淀的，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，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一步。可能我男生，但我是觉得还挺正常的。我之前也会自己打滴滴啊，然后去工作，就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吧。就没有心酸过，就没有觉得说啊天哪，我过得好苦啊。这有啥好心酸的？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好高骛远了。我说没事，你不用怕得罪我，你不用怕得罪我。就我说我的话，我当时的心态其实也就这样啊。我当时自己心态摆的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不会去看这么高的东西。看这么高的东西只会给自己添堵，没必要。所以就是你其实即便是当年事业就是说处于一个低谷期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特别的去看过。没有哎，比如你好比说我们，哎呦，这个有点残忍啊，就是没事，我不知人生就是很残忍，说出来会怎么样？但是我是觉得当时，比如说，在那个低谷期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收入，但是我的性格呢，就是不太想用家里的钱了，因为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嘛。就用自己实习的时候的一些小金库，然后就过得还挺节制的那段时间，在北京就是没有什么娱乐生活，因为没有东西来支撑我去娱乐生活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就挺节制的，在家里宅着，然后每天跑步，挺退休生活的那段时间。就是因为干了这一行，比以前更自律。会。这个真的会，就是不仅是人前人后也会，因为直接反映到你的脸上啊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第2天有通告，你第1天必须要早睡啊，就晚上就不要喝水，不要吃东西了。啊，你已经自律到这种程度了？我一直都这样，就从我减肥成功之后，我一直都这样。包括以前在组合的时候，跟小伙伴们说，哎，头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呀？然后我想说，如果第2天有拍摄的话，哎，算了，别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天在家里崩溃大哭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上一次崩溃大哭是因为啥事儿吗？就是因为你工作人员不让我吃东西，
崩溃大哭。他说我太胖了，他说薇姐你不能再吃了，你太胖了。而我胖真的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因为我年纪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我很生气，我真的年纪到了，我今年已经38岁了，我马上就要过38岁生日了。一个正常的中年妇女就是应该胖啊。我没有说要到哭，但是我真的曾经饿到在梦里面梦见我去吃日料自助，我真的是绝了。而且我梦得非常清楚，那个三文鱼的质感非常肥美，然后真的我在梦里面，然后就吃，还蘸那个芥末跟酱油，我觉得哇好好吃啊，然后一醒来是一场梦，啊好失落，都不想醒过来是吧？就是你其实是馋的对吧？馋，特别馋，特别馋的一个人，特别馋，就我已经吃饱了，但是我还能再吃。那我还挺想知道的啊，咱们这么辛苦的工作，总是为了点啥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是特别朴实啊，我就为了挣钱，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其实如果你要问我之前的想法，就是刚进入这个圈子是为了什么？我真的是想让别人可以看到我。然后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，想要有更多的选择权。就是你对未来的规划也是以这个目标进行展开的，是吗？就是我要想演的片子，我起码有机会去争取，而不至于人家说，哎，肖战是谁啊？就可能说啊，肖战，哎，算了。你会就是长期的想要在就是演艺圈走下去，是吗？就是你会长期在演艺圈走下去的话，你会想成为刘德华那样的人吗？终身偶像，他是终身偶像。其实我才进这个圈子的时候，就有朋友跟我说过。华哥，他应该是每一位 idol 的一个标杆了。非常自律自省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他们跟我说的就是，感觉他已经其实把自己的生活都自律的，就是感觉很完美的这样一个人，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人。但是我很害怕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。就是你又向往那种完美无缺，但内心又隐隐害怕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。因为我觉得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觉得有人会接近完美啊，对，会接近完美，但是我觉得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遗憾吧。但我觉得这样才是更加的可爱吧。聊到现在，我发现第一，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，然后第二，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挺高的人。算。就是我们理性的人都知道，我要有得到的时候，我必然也有牺牲。你会牺牲挺多东西的。会。那。比如说你现在年纪也不轻了父母模式上线。你回家的时候，你爸妈不会跟他说，哎，肖战啊，你现在年纪也不轻了，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对象啊？可能以前就会说，哎，什么时候能那个谈个朋友啊什么的。现在方式说，哎呀，那个我前段时间出去玩，什么谁谁谁家李阿姨跟我说，哎呀，你们家战战年纪也不小了啊，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来啊？就是我妈的方向变了，从单刀直入变成了包围迂回包围的模式。那你自己有想过吗？我实话实说，目前真没想过。一是没空想，二是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。如果你恋爱的话，你会公开吗？如果恋爱的话，我会。你会啊？哎，你不觉得这对你事业有影响吗？所以要慎重啊。但是你要说幸福，其实，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喜爱我的人很多的时候，我反而会觉得说，如果公开的话，就是会对那个人会有一点不太好，会有压力，会伤害到他。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嘛。那也有可能啊。这么单身主义者吗？你看，就是有一些艺人，有一些 idol， 有一些偶像，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说非常严格的自我规划，就是不能恋爱。哎，之前有一个很火的那个微博上的段子说，idol 谈恋爱要被杀头。但是有一个人，如果是超过你规划之外的突然出现了，你就是对他有好感，你现在会谈恋爱吗？哇，这种偶像剧的剧情吗？就是你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型，感觉一个流星插进来，砰！哎，那我是那种类型哎，我不是突然遇到一个人，然后我喜欢上他，我就会觉得是吗？啊，对啊。其实一见钟情，哎，像小时候我们看那种美国的那种爱情电影哈，一见钟情就觉得很美好，然后就一眼万年。但现实生活当中，我觉得
啊，你理性到这种程度了？至少我没有遇到过，所以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。我要是见到很漂亮的女生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。难怪你跟我聊得这么好啊？哪有？我第一次见到薇薇姐，我也好紧张哦。那是因为我比较凶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能撑得住。来，咱们过去那边，他们已经把水果给准备好了。以前我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是在17年嘛，那个时候你还在那个男团里，然后当时你来跟我打个招呼，你记不记得？你来我化妆间跟我打个招呼，然后我就跟你 say hi， 当时我觉得，哎呀，这小孩好好看呐，就过去了。然后过了一阵子，过了几年，你也是很有礼貌过来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呢，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，我要去你的化妆间也跟你打一个招呼啊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很前倨后恭的人？不会啊。但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吗？红和不红之后对你的态度不一样？我身边还真没有，但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但他不是我身边的。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最近找你录 ID 的人多吗？多。就是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刚刚奇葩说录完之后，哇，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要让我录 ID， 就是结婚也要录，孩子满月也要录，然后火锅店开张也要录。我说我天天啥也不用干，我就录 ID 了。你有这种情况？有。我觉得这个大家得理解啊，因为非常容易被人循环播放100遍，然后你那种特傻特丑的样子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被人看。ID 的播放，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着就是一个大家的一个转变。还有什么转变？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开始突然出现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但有没有人会因为你事业有起色之后刻意回避你呢？有。也有吧？有。比如说，我不太能，也不是说不太能懂，其实我能 get 到这种点，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怕打扰别人的人，就是我是一个很能想多的人，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现在的朋友就是还不错，那我如果跟他说话，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对他有企图，或者对他有所求？然后你会觉得身边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刻意的疏远你了，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不想占你便宜。其实我还挺难受的，聊到这个话题就是，很想向全世界申辩说，其实我没有，还是以前那个肖战，还是以前那个样子，但是解释不清楚。人心这种东西一旦认定了，就很难改变了。你觉得会是因为嫉妒吗？不是，我不觉得是嫉妒，就是他们可能真的觉得是感觉变了。这种东西其实很微妙，我觉得情感其实是最微妙的，你说不上来它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哪一条变了，但可能就是一个笔画的走向，往上往下横，细微的变化它就是变了。有时候现实其实有时候很残酷，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就是感觉有时候人在被迫的长大。那你跟朋友的相处模式会跟一般人的相处模式不一样吗？会啊，在很熟的朋友面前，我会彻底放松，就是一点都不去修饰自己。那你觉得咱俩是朋友吗？我觉得我有把薇薇姐当朋友。那你觉得咱俩才见3次面，为啥就是朋友了呢？因为我觉得很能聊得到一块儿去。就你觉得能聊到一起就是朋友，那你选择朋友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聊到一起？这很重要。你觉得这很重要，是吧？你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吗？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，所以你身边朋友其实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很少。你如果身边朋友也不多，你个人娱乐也不多，那你崩溃的时候怎么办？还是没有崩溃的时候？有崩溃的时候，就是自己关起来呗，反而大吼大叫，别人看不见。会大吼大叫吗？不会啊，就会发泄一下，但是就正常。看个电影，看个悲伤的电影，哪怕哭一场，或者是跟朋友出去没心没肺的在家里喝一顿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就是首先你会哭，其次你有的时候也会喝酒，对吗？对。
在第二天，哎，我喝酒真的很妙的，就是第二天绝对不能有任何工作，然后可以在家里躺一天的那种。因为我缓不过来。我缓不过来，因为解酒能力不好。你其实酒量不大，对吧？酒量非常不好，就很容易喝懵啊。我喝完酒之后喜欢再喝再舞，一个人撑起一台春晚的那种类型。你喝多了是什么类型？我喝多了2种极端，要么睡觉，然后要么就狂嗨，就是也是 everybody， 就也是那种能撑起一台春晚的那种，就没有可能不是春晚，就小型的校园晚会吧。校园晚会。你那样发泄了之后，第二天就会好，就会觉得说明天还有希望。会，聊天到现在啊，你自我评价，你觉得你是聪明人还是笨蛋？不准说普通人，两个选一个。我真的宁愿做一个平庸的人。如果你要我在聪明人跟笨人里面选的话，那我平庸吧。因为平庸你可以上下调整。不能调整的啊。那我还是笨蛋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假或者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聪明人的话，如果你的命题肯定是说他就是一个聪明人，就是天资过人，就是怎么他都是一个聪明人。我觉得这样人有点可怕。你觉得这样人有点可怕？有点可怕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太聪明的人不可爱。但是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偶像，然后你希望你的粉丝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之前从一个普通人到现在成为一个大家喜欢的一个公众人物。我知道大家在路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，所以我觉得说我的粉丝，我觉得首先你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你们才会有你们的闲余生活来喜欢你，追求你喜欢的明星。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粉丝给我写信，而且我知道这个粉丝是谁。然后我看那个信，我特别感触，特别开心。他说小冉哥哥，他说那个特别好，喜欢你这么多年，然后现在我也找到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了我的另一半，然后我也结婚了，然后我现在很幸福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我听你讲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感受啊，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不以聪明为追求，或者不以笨为厌恶的人。你认为有一种价值观是在于你自己要幸福，而这种幸福往往不是由头脑决定的，是由一个人的心决定的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喜欢相互的，没有一个人会平白无故来喜欢你，你要对得起他们的喜欢。所以我希望他们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好。我能越来越好的同时，我希望他们也能越来越好。就是让喜欢你的人觉得值。一起变得优秀，一起变得更好。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我们俩聊天的时候，你也一直很客气啊。当然，你是一个很礼貌的人啊，但礼貌的另一面就是疏离。会不会有人说你假？你觉得自己假吗？这也是我之前在反省我自己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周围的人都说你要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我想说，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呀。难道你要把我私底下跟朋友的相处模式搬到台前给大家看吗？我觉得那不叫真实，那叫不专业。那叫不专业，真的叫不专业。如果大家要看我的私生活，就是那我干脆上一档综艺，就是装个摄像头就好了。你出来其实就你在镜头面前，其实就算是一种营业，但是我选择了最贴近我的那个方式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很真诚的在跟你聊天，没有在客气。所有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内心想回答的。包括他们其实给我看了提纲，但是我觉得我背提纲怎么可能背得下来？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在镜头前，就是说会稍微注意一点的原因，我不知道跟不跟我一样啊。我特别怕被人断章取义。怕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怕。随便一个小片段，随便一张图就可以，就会开始引导一些可能对你不利的言论、舆论也好。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。而且你解释不清。解释不清，你怎么解释？我经常经纪人就跟我说你少看点微博，上面有些什么不好的什么言论啊。然后因为他知道我脾气，就是我如果看到这些，其实我会很难过的一点是觉得说，也不会很难过，就很愤慨的一点说，这根本就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对。但是我又不可能自己
假的，回不过来是吧？怎么可能回得过来啊？反而你给了他，给了他们就是新的嗨一点素材。对啊，新的素材，我何必呢？就不看不理就好。我做好我自己，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爱看不看？我之前看《奇葩说》，我就觉得说，薇姐其实，我觉得咱们就是以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在荧幕前面，但是就是会被人说。你假，你好会啊，你很会什么说呀、比如说嘴很厉害嘛，就是你心里面想了很多有的没的，然后策划了很多一台大戏。对，其实没有。我们经常会觉得好人这个事儿假，其实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和对世界的不自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好的，他就必然是假的。那往往意味着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的好这个东西。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的一个趋势都想做自我，做真实的自我。我要发泄我张扬的情绪，怎么样，然后反而让大家看到的是这一部分人。我没有说这一部分人不好，可能他们本身张扬的情绪、外放的情绪就是这样，但其实还有一大部分人是像我们这样，从小就是家庭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教育里面长大的，你不能要求他去说，那我今天就要怎么来一段怎么样，彰显我的张力、青春洋溢。其实还是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。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真实是不一样的。就有一些人真的就是那么温和的，有一些人真的就是相对拘谨的，有些人就是相对细腻的，有的人真实起来，他就是很粗犷的，但我们不能说粗犷的才是好的，细腻的就是假的，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锐利的才是真的，相对钝感一些的就是假的，我们不能说传统的就一定是假的，也不能说先锋的就一定是真的，甚至在真假之间都没有好坏之分，这是我们的存在状态而已。对，这只是我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模式而已。对，而我这种模式如果没有伤害到别人，我们有什么权利对你去怀疑或者指控他呢？所以今天我跟肖战在聊这么多的时候啊，我是真的相信你是真的，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你是复杂的。对，我赞同。就是，但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复杂不好，不，我觉得人活的一定要复杂，因为换一个词大家就会接受，叫有层次。没有层次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人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肖战。可是下面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冒犯性哦，因为你还蛮介意别人说你娘的，是吧？